我真的好想买房子系列哦，你买不起台北，那就该买新北吗？哦，先说结论，新北还是可以啦，双北都可以啦。台湾2300万人，双北地区这样塞800万人，那怎么不可以？只是还是要认真挑一下。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小宅越来越多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双北房价出现分歧，这次来聊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大台北房价指数，台北年涨 5.69%， 新北年减 1.22%。你看双北房市走势分歧。那内容是这样，根据信义房价指数，大台北地区的房价出现了重大改变。台北市房价指数年增 5.69%， 新北市的房价指数年减 1.22%。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张长条图，也就是说台北市房价依然稳健，甚至还在逐步向上。但是新北市房价表现怎样？居然出现了下滑。那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判断是因为台北人更有钱了所以就怎样，就继续买台北。你还记得我们在 AI 时代来临只能买蛋黄这一集讲的吗？我们讲说当台股过4万点，大家手上的钱变多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落袋为安嘛，落哪里的袋？台北市不然嘞所以你才会看到现在怎么打房打成这样，结果钱往哪里跑？台北市。台北市的房价就这样被越打越高，所以你要知道台北市是财富传承的首选那为什么台北市的房子可以这么厉害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原因又要举那个例子了。好，忠孝复兴站半径500公尺内，就是你走路走得到总共可以盖几间房子，总共可以住多少个人，这都算得出来。你知道，你说那我就把楼再盖高一点，超高大楼不行，法规还有规定那个容积率就是这样。那你再会盖都是有极限的这是所谓的物理性的极限，这东西是没办法再突破的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怎样，物以稀为贵，因为全台湾的人都想要挤进忠孝复兴这商圈。你就说没有我就不想我们在讲通例那个特例的就先不讨论，能有忠孝复兴的房子谁不喜欢那物以稀为贵台北市的房子就自然就便宜不起来。你知道，屋主当然也知道，所以就算现在房地产在冷，他也不会便宜卖，因为他知道台北市的房子没有卖不掉的问题。当然台北市的房子有它的问题，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要当台北市包租公基本上你是赔钱在做，因为台北市房价实在太高了，你不是早年取得的话，你现在才要进去真的就是做社会住宅都做佛心的。你算一算投报率租金投报率都被你花大钱改完套房2点多，这个叫高投报率。然后还一堆是怎样租客缴的房租还不够还那个房贷，你还要自己再贴钱进去的这种。所以如果你要买房纯粹是想要租金回报，那台北市是真的不是首选但如果你要保值好脱手无敌你首选就是台北市最后你要知道新北还可以买吗新北讲完台北市之后，我们来讲新北。你认为现在的新北可以买吗？当然可以嘛。台北市贵到买不起，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对不对轮到新北，只是新北的哪里就需要讨论。新北超大的呢，每次一讲新北那你想的大概就是那几个地方，板桥、中和、永和、三重然后新店，大概就是这样。不好意思，那个金山万里也是新北门牌呢超级大的呢，几乎是把台北盆地这样包起来那新北的话有这个说法叫什么新北1环、2环、3环这也是民间自己自发性的讲法，反正就是你就是算离开台北市先到的地方，那个都叫1环好三重、芦洲那过桥就到，那就算。那我的判断是说，越接近台北的地方越保值嘛，哪几区我们就不讲了，大家心里有数。因为这几区的买家跟台北市的买家基本上是同一群人，只是预算少了点就变成说他买不起新店然后买不起大安买不起信义，那就买板桥对新板特区每年的那个耶诞节都是个噩梦，根本就回不去那边人多的跟什么一样。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地区就当成是台北市的延伸了嘛，深知板南线对不对？搭个捷运就到台北市了，然后一路贯穿台北市，然后台北车站，然后市政府，这个都是金融服务业或其他很特殊的只能台北才能养活的行业去上班的地方，那房价当然就跟着台北走到哪边就不需要先考虑，你就考虑到台北的可及性就好了好，那哪边是不太 OK 的呢来，我要讲了从化区
从化区，新北的从化区对，我要拿从化区出来编了。我先说我没有觉得从化区不好，只是说现在政府的打房节奏很明显就会压制从化区发展的速度嘛，就是嘛。本来预计3到5年可以发展好的，就现在缺工缺料，房子都还没盖好，然后政策什么的硬生生给你拖过5年。你是自住你当然没差，但如果你是买来自产的话，你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如果现在要买新北的话，我的建议是，那当然就是看你就是买台北市的卫星的地方就好了。如果你买的地方我乱讲土城，土城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土城也有神之板南线如果你是买新北的，我乱说泰山泰山又有机捷其实都可以啊，因为金山万里这个就又不一样，跨过阳明山那生活机能成熟，捷运站旁边能够很方便的到台北市上班。我先说通勤时间真的还好，就是如果是捷运的通勤时间是真的还好。为什么？因为捷运可以滑手机所以那个通勤时间虽然很久，但是就一切都是这就会变成可以讨论的。但如果要开车骑车超过1个多小时的那就会有这个买方嫌通勤时间远。但只要有摸到台北捷运，即使是我乱讲关渡好了也 OK 啊，因为它这个也能到直接就到，而且是一条线不用转乘就到台北车站，然后之后要去哪里都 OK 都方便嘛。我们以前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的时候就有同事就是住关渡就有同事就是住土城都可以。我说通勤时间这样很久，虽然我那时候我家也蛮远的，那他说通勤时间那么久没差滑手机打电动就是这样。所以说捷运的通勤时间都会被大家认为还好那你没有摸到捷运你又没有大众交通运输工具，那你就是纯粹的自己开车骑车的话那就会有问题，就会有状况。从化区就是这样对不对？从化区房子又是未来价，又没有交通建设，不是说没有就是还在盖然后就又遇到现在政府的打房的态度，对不对所以你买起来相对就会有点卡住那你买生活机能成熟了，屋龄旧一点没有关系，那交通方便相对安全。讲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了双北房价出现分歧，台北市人不断上涨，新北市出现下滑，代表资金正往更保值的地方集中。那结论是，如果你要置产，台北仍然是很好的选择，新北也可以买但是如果你要挑着买的话，就是越容易到达台北市的地方就会越加安全最后我想问你，如果台北跟新北的差距越来越大，你会怎么选？我还是优先买台北市，保值最重要。B 我等新北修正完我再进场就好。 C 我还是买高雄好了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零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靠近台北市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不是举办了台北的买房阿元的会员日嘛，也没干嘛，就是因为报名人数有点多啦，然后办在假日，礼拜6一天，礼拜日一天。那现场有邀请那个肖店长，就是我刚刚那个广告你在听到那个肖店长现场来做来宾来分享台北市的置产真的是很猛。然后你说台北一定都是贵到天上去吗？也没有，也不见得，因为他现场就分享，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应该已经卖掉，就是怎么台北还有总价1200的2房还有这种东西啊。然后松山区门牌然后捷运走路会到，还是有还是有。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当天的会员朋友都先知道，而且已经有人去看了就有这种东西啊。所以如果你就是要瞄准台北的话也可以，也没有不行，真的没有不行虽然那个总价
虽然台北市我们一听就觉得说哇，台北市高不可攀，可是我告诉你，就永远有人赌博，好，永远有人儿子赌博被抓走，永远怎样有人股票赔钱，有人做期货，永远做生意失败，永远到什么程度，天天都有，他们会急着乱卖房子那这种房子怎么样？那你就去跟一些大房仲，你跟个人房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店长等级的房仲，那不是资讯都会过到他手上吗？对不对？销店就是这样啊。那我都不知道，还是2房，还有电梯，还有管理员还有一个机车车位，1层2户，对啊，还有这种东西耶，那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看了一下观众朋友传给我的照片，哇，他的2房的其中1房还双面采光怎么有这种东西？然后总价1200，太厉害了，这是台北市那是现在我们大家都卡到，不然这间就是我的了，就买在台北市松山门牌，有什么问题？然后可以贷款8成，意思是它坪数没有很小，它不是套房对啊，所以你就是怎么样，就是挤边边你就传边边然后就等着出手，你等得到这种厉害的东西，也不止这个啊，还有其他，另外一个是什么外墙可以当广告，里面可以怎样怎样，然后每年有被动收入31万，你这个东西还没租出去你每年就有31万可以拿，靠这种东西在台北市，然后总价也是3000以下，我靠，所以都等得到，真的都有。台北市并没有到高不可攀，你真的要高不可攀就是变成说你财富传承那你自然而然会考虑豪宅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嘛，我们中产阶级是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还是需要发动银行贷款。我们不是说赚满一辈子以后现金去押一间台北买豪宅然后怎样，我们并没有要做到财富传承的这个第一优先我们还是要先安身立命的话，真的有机会。我这次办，因为我平常跟那个销店长没什么联系，你知道，就会员朋友会来打，然后问我一些问题，我再问他，大概就是这样。哇，这次会员日也看他说明，然后看他这个台北市的分析，哇，这是果然我不是很熟台北，我是不知道这个机会不然的话，虽然我整天都在讲高雄，台北的那种房价谁不想上啊？我说真的，所以有机会，那你就是加销店长的那个 LINE， 他都会 po。结果当天会员日把那些案子拿出来全部都在 LINE 里面 po 过，只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现场大家都第一次看呢的那个感觉，我也是觉得纳闷然后他 po 出来，然后我看我感觉我也是第一次看反正就是 LINE 的讯息，你知道，大家爱看不看就只直接点开把那个红点消掉就好。那这个物件被好好解释以后，哇，好厉害！这物件真的是不知道，我在想说，为了服务会员朋友，因为一大堆都是那个台北的朋友，虽然我都在讲高雄我是不是做一个什么活动啊？不要再是会员日1年1次了，因为这种东西这可遇不可求，偶尔才会出来。那弄个什么线上 Google Meet 之类，然后就给会员朋友参加，讲台北的，直接进物件分析，不知道有没有搞头？你觉得